24岁女楼管监工被炸死，怎么会叫个女生去监工？她是学工程专业的吗？重大的公安监督意外，顾着赚钱，人命都不管。台中最赚钱的百货公司，连个最基础的公安人员都没有，这个已经是草菅人命。他不是去监工他只是去对接那星光三月就把这个工作扔给他耶。本来不是学装潢出身，也不是学工程出身的，他怎么会懂？市府竟然没有收到施工申请，也就是业者呢擅自室内装修。第一时间呢，当然卢秀燕开始在全力救灾。那侧翼呢看到卢秀燕这个事情，一定是见猎心喜。卢秀燕是赖清德的有力挑战者，谁可以在这一局把卢秀燕干掉，谁就可以上楼嘛。4分钟到现场，你怎么可以拖到12点50才到呢？卢秀燕事实上11点34就在指挥救灾，消防局已经有所掌握，已经快到不能再快了，不然还要怎么样？各种出征啊！市长一点责任都不用负责吗？可是问题是，完全被卢秀燕单方面碾压。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台中星光3月呢气爆，总共酿4死26伤，目前已知是4死26轻重伤了，可能是台中星光3月12楼装潢拆除施工导致它原本是美食街正在改装嘛，主要的受伤跟死亡呢是发生在邻近的，你看这里爆炸之后呢，这个满目疮痍从上面喷下来，有一个比较严重是澳门来台旅游的一家人，7个人中老先生当场死亡，老太太欧卡到院没救伤势加严重，2岁小朋友直接坐车带来急诊，没坐救护车，送医的时候马上插管，头部重创，肺部挫伤，目前呢已经转院的加强治理。那目前搜救的工作是暂告一段落了那目前初步判定可能是瓦斯气爆，这符合大家一开始的猜测。那到底是为什么瓦斯气爆因为现场工人跟检方报告说呢，有这个瓦斯味飘出。最严重的问题有2个，一个是为什么这个施工如此的不安全呢？所以卢秀燕当然直接下令说无限期的停止营业。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市府竟然没有收到施工申请，也就是业者呢擅自室内装修。那我们要知道室内装修的话，依据室内装修法必须要做申请。星光3月你是个大型百货公司你没有事先申请的话，变成台中市府是没有办法知道你在那边施作。那真正知道有没有申请的，很可能只有包商的老板，甚至呢可能只有星光3月本身。所以这一次的事件，星光3月是重大疏失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不是整层楼完全爆开，它应该是在特定的方位爆开，因为又有工人在内部施工嘛，所以应该不是整个内部全部都是瓦斯，很可能是在环着外墙这一侧，包括玻璃这一侧有比较高浓度，依照目前认为可能是瓦斯气爆的状况，所以它有一个不均匀分布。那因为现场施工，它可能有电焊、打火或者甚至抽烟等等的有明火的状况的时候，它就会很容易引起气爆，它必须要有一定浓度，如果太浓，那工人也会受不了。那工人只是有闻到，就是代表说这个瓦斯不是弥漫的整个层楼。像星光3月这一种高楼大厦建筑，它是钢骨结构，钢骨结构的话，外墙不负责承重，外墙呢是包覆上去的，那通常会走一些大管。那以它这个爆炸的样态你看它刚好炸在中间这一块，它是墙体的下侧爆出去的，很可能只是泄露在这个墙体下侧的这个管路集成的部分。有没有可能是走瓦斯到了墙体里面的走管路这个地方呢，泄露到里面，然后里面充满的瓦斯，然后因为有火花或什么产生的时候，bang，然后所以形成整个外墙炸开。那你看内侧还有一些叶子什么都还完整，所以它应该是发生在接近墙的那一侧发生了一个局部爆炸。它有特定区域在施工嘛，因为他们都会定那个隔板，会不会是在那个隔板区域里面发生了漏泄？那它相对空气相对不流通嘛，所以这个区域爆开，虽然满目疮痍，可是没有整个层楼炸烂。你看这个树都还在星光3月没有申请装修许可，现在看起来大概就可能是这几种状况，基本上不是整楼炸。如果你是整层楼炸的话，里面包括叶子会掉光光，玻璃灯会掉光光可是没有，那也就代表它在区域一个小的一个局部空间发生了泄漏。那到底是泄漏在用隔板定起来的一个单独装潢空间，还是说在那一段里面有什么管路的空间里面充满了大量的瓦斯气体爆炸？还真的蛮像高雄气爆的，就是特定的区域炸开。那第一时间呢，当然卢秀燕呢开始在全力救灾，请大家呢要注意你现在的这个抢救的空间大部分的人都呈
现非常正向，但是有一些怪怪的东西呢，就借这个机会浮出来了。孟买春秋，市长子弟兵廖伟翔去开直播，应该是给救灾人员更好的救灾空间吧。然后呢，引来了大量的按赞。但奇怪的事情呢，这么多人按赞呀，没有任何人回复我。孟买春秋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的侧翼粉专啊。看起来这一局本来第一时间呢，可能是要黑卢秀燕，看起来没有黑成功。这个侧翼呢，马上说了，哎呀，台中市府步行到星光三月是4分钟，11点半，卢秀燕听到轰然巨响，12点50才抵达现场，是不是迷路了？这也能黑啊？卢秀燕是一定要在台中市府吗？她可能有其他公务行人出了外面，所以呢，马上被抓到报道。绿侧翼翻车，带风向抹黑卢秀燕救灾慢，反遭一张截图打脸。这个是市府的内部群组的截图啦。地震，请了解一下市民是否安好。第一时间，卢秀燕以为是地震，消防局长呢叫孙福佑就出来报告说，目前星光三月公司发生气爆案件，目前抢救出4名。第一时间呢，消防局已经有所掌握，已经快到不能再快了，不然还要怎么样？紧接着台中就开立了2级灾防中心，并且启动大量伤患救助处置。那这么清楚的事情，我不知道侧翼到底想干嘛啊？不就还好说第一时间人家都在忙，都在做事情，差一点点就要中你的道了。青绿 KOL 呢，4分钟到现场，你怎么可以拖到12点50才到呢？那卢秀燕事实上呢，11点34就在指挥各局处救灾，38救护到现场，11点44西屯消防队到现场。那侧翼呢，当然第一时间看到卢秀燕这个事情，一定是见猎心喜。为什么？卢秀燕是赖清德的有力挑战者，谁可以在这一局把卢秀燕干掉，谁就可以上楼吧。各种出征啊，各种吃人血馒头啊。可是问题是，这个战场啊太不利了，完全被卢秀燕单方面碾压。傻姑姑打不赢就转进吧。台中星光三月中港店，有没有看到又是傻姑姑？这次国民党删减消防预算完全不可容忍，没有删减消防预算好不好？消防预算哪死删减啊？哇，随便造谣他也不去检讨星光三月，也不传播现在的紧急新闻，要让大家注意不要接近那附近，他都不做，他只做一件事，都是国民党删减预算，消防预算忍无可忍。大哥，他装修干消防局什么事？为了要杀害政敌，各种带谣言风向。24岁女楼管监工被炸死，怎么会叫个女生去监工？她是学工程专业的吗？这根本就潦草了事嘛。所以这代表有重大的公安监督意外，顾着赚钱，人命都不管。你星光三月，你这是篓子头大了。台中最赚钱的百货公司，连个最基础的公安人员都没有，完全是便宜行事，这个已经是草菅人命了。林南表示，两人在一起快2年，自己当时在隔壁原版上班，得知消息后先是联络，但星光三月都打不通，在忙线。后来女友母亲说人已经在医院，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已经说没有办法，没心跳了。那去监督工程，林南女友说工作内容跟厂商对接之类的，我也不知道星光安排的，我也没办法做什么，只知道造成这种事故很夸张。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故发生？他不是去监工他只是去对接那星光三月就把这个工作扔给他装潢造成气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根本不懂嘛，他怎么会懂？他不是学装潢出身，也不是学工程出身的，也没有这个经验，一条年轻的生命又没了。我是感到有点愤怒星光三月啊，直接摆烂连公告也不贴早上到现在几小时了，侧翼忙着在到处想要出征卢秀燕失败，你连演你也演一下嘛，你那么懒是怎样？天哪，看了他妈血压都上来了。